都给我安分点儿，早让你们收着点阴气。瞧瞧这青天白日的，吓坏凡人，我拿你们试问。大小姐，您刚在跟谁说话？几个不知死活的野鬼。您别吓奴婢，夫人特意吩咐过了，外头不干不净的东西绝不能带进萧家大门。不干不净？这里装的可是真金白银。母亲倒是清高得很，连钱都嫌脏了。大小姐，这包袱不能带。滚开，或者带路。萧家欠我的该还了。站住！别再往前走了！瞧瞧你这穷酸落魄的样儿，像从泔水桶里爬出来的，一身挥之不去的馊臭味儿。16年来，我风餐露宿，能活下来已是万幸，自然比不上母亲精细。这就是你说话的态度，毫无教养，粗鄙不堪。去下人房洗干净换衣服，别穿这身破烂脏我的眼。母亲既然嫌弃我穷酸，不如拿出点主母的诚意，给我置办30-50身新衣，我也好体面的给您请安。30-50身新衣，你还真敢狮子大开口！你一个命格吉凶的扫把星，能让你活着踏进萧家，已经是老天爷不开眼了。活着踏进萧家大门，16年前万古坡的寒风，可是差点要了我的命了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一个不到4岁的孩子被亲妈装进活死人棺材，丢弃在乱葬岗，自生自灭。母亲，您说这桩阴毒旧事，若传到京城权贵耳朵里，您这主母的脸面还要吗？把这疯丫头绑起来！谁敢动？想让我闭嘴保守秘密可以，准备1000两黄金当封口费，少一个子儿我就去报官。你这个讨债的恶鬼！大小姐，这是表小姐特意挑出来的衣裳，虽说是表小姐穿剩的旧衣，但也比您身上这件强100倍。您还是赶紧换上吧，免得丢了萧家这高门大户的脸面。表小姐穿剩下的旧衣服，也配拿来给我穿？大小姐可别不识好歹，表小姐可是夫人心尖上的肉，京城里谁不知表小姐的贤名？哼，您一个刚从外头捡回来的野丫头，有什么资格挑3拣4？这么多金子！我初来乍到，脾气不太好。春平出言不逊，以下犯上，当罚。谁替我掌嘴20，把他扔出院子。桌上这把金珠就是谁的？奴婢东池，愿为大小姐分忧。奴婢只认钱，不怕得罪当家主母。你敢？我可是夫人钦派的1等丫鬟。打的就是你这狗仗人势的东西！救命啊！别打了，我错了。大小姐，28掌打完了。干得不错，这些拿去。多谢大小姐赏赐，奴婢愿为大小姐赴汤蹈火。以后你就是我这院里的大丫鬟。多谢大小姐。把表姑娘的这些破烂拿去烧了，看着碍眼。奴婢这就去办。你这个心狠手辣的孽障，刚回府第1天就敢下狠手打我的人，还有没有萧家的规矩？母亲，规矩。16年前万古坡的刺骨寒风里，您亲自把我塞进那口活死人棺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您是我的母亲？怎么不讲讲规矩？你给我闭嘴！休要在这里胡言乱语，污蔑生母！想要我闭嘴，其实很容易，半个时辰内把这院里所有丫鬟的身契交到我手上。从今往后，姬微堂的规矩由我云卓说了算。你做梦！你休想！凭你一个命硬克亲的扫把星，也想在萧府夺权？不交可以，那我这就去前厅找父亲大人，我陪他好好聊聊当年那口活死人棺材的细节，
猜猜父亲听了会如何发落您这位端庄的主母？你这个索命的恶鬼，到底想怎么样？记住，我只要生气，少一掌，我保证全京城明天都会知道主母的丰功伟绩。表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你若嫌弃那衣裳旧了，我还你新的便是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坏女人！云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回府就敢欺负婉姐姐，还敢顶撞母亲！母亲，这屋里怎么连个炭盆都没有？这下人还在收拾。她一个乡野丫头，哪有那么娇贵？就是，她命硬得很。阿叶，你闭嘴！你居然为了她吼我！大哥息怒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安排好。我这就回去把我的银丝炭送来。婉姐姐，你不许去！凭什么给她用你的东西？她就是个扫把星，一回来就惹事。再胡说一句试试！妹妹，是大哥没保护好你。大哥，以后有大哥在，绝不让你受委屈。多谢大哥。文义，你疯了吗？他刚才打了我的人，还要夺权，你居然还护着这个孽障！母亲，是下人先欺负妹妹，妹妹教训刁奴，有何不可？你竟敢顶撞我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逆子？姑母，您千万别生气。表姐，你快给姑母认个错吧。我打了一条恶狗，还要跟狗主人道歉。你骂谁是狗？你这坏女人，我打死你！等，快放开我！婉姐姐，快救救我！表姐，你快放开阿爷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扫把星，你要杀你亲弟弟吗？他叫我坏女人，你听不见？妹妹，不可伤她。阿叶年幼无知，大哥自会教训他。他居然打我！表姐，你怎下如此狠手？这就叫狠手了。再敢惹我，我就卸了他的胳膊。怪我！你是怪我！我没有你这种姐姐！混账东西！我只有一个姐姐，就是婉姐姐。混账东西，还不给我滚出去！婉姐姐，我们走，我再也不想看到她。好，真是好得很！你愿意护着她，你就跟她过吧。妹妹，别把阿燕的话放在心上，母亲也是一时气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根本不在乎，大哥为何非要护着我？因为你是我妹妹，当年没能护住你，是大哥的错。好重的死气！妹妹，你说什么？什么死气？大哥最近要去哪儿？过几日要去南湖边的白鹿书院备考，书院就在湖边上，风景极好。南湖绝不能去。为何不能去？先生还在书院等我。水气缠身，清气清暗。大哥，你印堂发黑，近日切莫靠近水边，否则必有致命水厄。妹妹，你这话何意？字面意思。什么水气缠身？什么致命水厄？你若不想死，就离水远点。妹妹，可是有人对你说了什么闲话？你别怕，有大哥在，绝不让那些流言蜚语伤你。你等我一下。带上。这是石头？妹妹，这石头为何要带在身上？这是护身符，从现在起，他必须贴身带着，吃饭、睡觉，甚至沐浴，绝不可摘下半寸。这石头如此沉重，如何佩戴？那是你的事。若你擅自摘下，丢了性命，我可不负责收尸。好，只要是妹妹送的，哪怕是块泥巴我也带着。妹妹放心，我绝不摘下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探望祖母。祖母病了2个多月了，起初只是吃不下饭，后来便整日昏睡。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说祖母年事已高，气血衰败，太医开的方子也只能勉强吊着一口气。只说是气血衰断，没提别的。母亲请了全京城最好的大夫，都束手无策。若我能早日考取功名，或许能寻到更好的名医。好重的阴寒之气。妹妹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快进去。大少爷，您来了。这位可是大小姐？正是妹妹。祖母今日可曾醒过？
老太太方才醒了半刻，念叨着大小姐，可药还没喂下，又昏睡过去了。开启。竟被稀释到这般地步。妹妹，祖母的脸色为何如此难看？今日可有请府医来看过？看过了，大夫说老太太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大少爷，老太太苦啊！别哭了，这根本不是病。妹妹，你说什么？不是病？大小姐，太医都说是年老体衰，怎么会不是病呢？年老体衰，他身上死气缠绕，煞气侵蚀五脏六腑，有人在强行夺他的命。夺命？这怎么可能？大小姐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啊！乱说。这屋里的邪气浓得都快滴出水了，这药也不必喝了。不喝药怎么行？这可是吊命的药啊！阴煞入体，医药无用，再喝这些补药，只会加速他的死亡。你既然能看出来，一定有办法救祖母，对不对？闭嘴，别吵。放肆！大小姐，刚才那是一点阴晦之物。祖母平时最常去哪里？老太太常在后头的小佛堂。带路。找到了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这是夫人前阵子送来的，说是费了好大功夫从游僧手里求的佛前灯。夫人靠这个在京城博孝顺名声。孝顺？佛前灯不假，可却沾满了活人血腥，这是件大凶之气。凶器？它放在佛堂，与佛门圣气相冲，正是这源源不断的死煞在吸食祖母的命。夫人她怎么敢？老奴这就把她砸了！碰了它，死气就会缠上你。那该如何是好？老太太等不起啊！煞气已成，必须由至心血脉化解。他既然想博孝顺名声，我成全他。拿块红布把他罩起来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包好后，随我去见我那好母亲。二哥，你带我出去玩嘛？急什么？等二哥练完这套剑法。月儿、燕儿，你们慢些，别出汗着凉了。哦，娘，那个扫把星又来了！林绕，你来我院里做什么？你还有脸乱跑？闭嘴，没你说话的份。你敢骂我？你这般没规矩，又是神隐门教你的？我来是给你指条活路。活路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这不是我送给老太太的莲花灯吗？你们竟敢随意翻动老太太的物件！你可知祖母为何病入膏肓？就是因为你送的这件大凶之气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可是我千辛万苦求来的佛前灯，它沾满血腥，日夜吸食祖母生机。祖母若死了，你就是谋害婆母的凶手！你血口喷人，这是污蔑！你敢诅咒祖母，还敢污蔑我娘！想救祖母，想洗清谋害罪名，很简单。祖母受了煞气，需赤清血脉化解。让他们俩去祖母灵前斋戒祈存3日。凭什么让我们去受这个？孩子，绝不能去！你休想折腾我的儿子！不去，那我就把这盏凶器扔到街上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萧府主母是如何用邪物活活咒死婆母的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破煞聚魂！老天保佑，老太太的脸色好多了。大小姐，您真是活神仙啊！命火暂时稳住了，煞气不再入侵。将这道驱邪符贴在正院大门上。这3日，除了那2个在院子里守灵的蠢货，任何闲杂人等，谁敢擅闯，直接打出去。老奴记下了。
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绝不让人靠近半步。大小姐，您背着行囊，这是要去哪儿？去会会那个送灯的所谓高人，感动我萧家的人，他活腻了。走。云大师，我的姑奶奶，您到底去哪儿啊？说好拿了我的钱，帮我把信送回家的呢。我爹可是个看人下菜碟的势利胆，您看看您穿的这么寒酸，跟个要饭的似的，我爹连大门都不会让您进的。闭嘴，少啰嗦。收了你的钱，自然会把事情办妥，急什么？属于你的因果少不了1分。我这不是怕您贵人多忘事吗？方林那个畜生不仅骗光了我全部家产，还害我死在破庙里。我爹现在还被他蒙在鼓里，当他是好人，我真是死不瞑目啊！今日去见个更有意思的骗子。这里头干嘛呢？怎么这么多人排队送钱？去砸场子。善恶皆有报，因果不可违。老衲今日结缘，只渡有缘人。诸位施主皆需心存敬畏，广结善缘，方能得佛祖庇佑，消灾解难。多谢大师指点迷津，我愿捐100两香油钱。哎呦，这和尚讲的一套一套的。不对，他身上一点佛光都没有，全是刺骨的血腥气，这杀气太重了。早就看出来了，是个背负人命的狂徒。要饭要到这儿来了，竟敢在空拳大师的法会上摆摊骗钱！小施主，此处乃弘法圣地，莫要为了贪图几两碎银，扰了佛门清净。大师，您这是要干嘛？这可不行闹啊！你讲你的假经，我算我的真命，互不干涉，怎么就扰了清净？放肆！你这黄毛丫头，竟敢污蔑空禅大师！哪来的疯婆子？真是不知死活，把烂摊子砸了！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！一群被人卖了还帮忙数钱的瞎子！阿弥陀佛，都住手！大师，这疯丫头出言不逊，不教训她，简直是对佛祖的大不敬。佛门净地，切莫见血光。小施主，你年幼无知，行事乖张，贫僧观你面相，乃孤寡行恶之举，命中无父无母，注定一生凄苦贫贱，不如去城外安堂落发为尼，日夜诵经祈福，方能洗清前世罪孽。阿弥陀佛。这秃驴好毒的心肠，竟然咒您去当尼姑。你算完了，那该我了。你印堂发黑，没乱带煞，命中无贵人。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假和尚！放肆！你敢污蔑活佛！你头顶的戒疤深浅不一，一派胡言！赶紧把他赶出去！你30岁那年发过一笔横财，那笔钱来路极不正当，是你活生生砸死结发妻子夺来的。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贫僧从未结过婚。你原名李大柱，杀妻夺财后逃至破庙，又杀了真正的空禅灭口。你雀巢雀战，冒名顶替，骗取香火。你那张僧牒根本就是伪造的。妖言惑众，给我撕烂他的嘴！打死他！出了事儿，老怒兜着！砸死这个疯婆子，保护大师！妈呀，这回真要没命了！都给我住手！官府办案，谁是空禅？滚出来！阿弥陀佛，贫僧便是。官爷，可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有人去衙门报案说你杀人冒名，我们刚才查了户部籍档，真空禅左臂有胎记，你有吗？官爷明鉴，这都是陷害，是这妖女是她报的假案，还敢狡辩？带回衙门严审！放开我！我是得道高僧，你们敢抓我，佛祖会降下天谴的！大师，真的是个杀人犯！我的香油钱啊，我全捐了，那是我的棺材本啊！天杀的骗子，还我钱！胡生，此地不必久留，赶紧走。大师，您这就走了，太可惜了！您刚才那几句简直是神仙下凡啊！假的终究是假的，这些人求佛不过是为了掩饰私欲，我没空陪瞎子浪费时间。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您可别忘了还要帮我回关西送信。这假和尚手里不仅有命案，他还牵扯着萧家的一桩密心。江氏，你送的这盏邪煞琉璃灯该还给你了。不能带大师走，他不是骗子，那是真活佛，我的钱全捐了，他走了我们怎么办？放肆！妨碍官府办案，形同共犯，都给我退后！阿
弥陀佛，官爷，你们被这妖女的障眼法骗了，她用邪术乱人心智，意图毁我佛门清誉。门主，这帮人为了钱连命都不要了，咱们快撤吧。我本想放他一马，既然他自己找死，那就让他死得明明白白。你说我用邪术，那我们就来盘盘你的老底。你本名李大柱，出身关中甘州，贫僧自幼出家，不知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只可惜你家境贫寒，根本无力供你科考，最终流落街头。你说你自幼出家，可你额头上的戒疤深浅不一，这明显是自己拿香烫出来的，且时间绝不超过2年。难怪大师讲经时从不让我们近身看那戒疤。你休要血口喷人，这都是污蔑。30岁那年，你走投无路，穷困潦倒，靠着黑心媒人介绍，你入赘娶了一位从良的花魁。闭嘴！给我闭嘴！官爷，快把他抓起来！你觊觎他多年攒下的积蓄，在一个雨夜，用铜铸的烛台将你的结发妻子活活砸死。杀气，这怎么可能？窜至一处荒废的破庙，真正的空禅和尚慈悲为怀，好心收留处重伤的你。别说了，那是那个贱人该死！既然你们不给我活路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！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你这黑心的秃驴也有今天。她是妖女，是来毁坏佛门圣地的恶鬼，杀了她！谁杀了她？佛祖必保佑全家升官发财。我的香油钱全在厢房，谁杀了她，钱就归谁。杀了妖女，护卫佛门圣地。为了大师的香油钱，大家一起上啊！疯了，全疯了！快列阵保护现场！门主当心啊！愚昧至极，不知死活。都给我抱头蹲下！谁敢再动一步，当场格杀！装神弄鬼的东西！户部急当清清楚楚，真空禅左臂有红胎记，铁证如山！你这个杀人夺命的冒牌货！放开我！我是高僧，我是佛佛，你们这是造孽！留着你的鬼话，去大牢里跟活阎王说吧！给我带走！他真的是杀人犯！我的天爷呀！我竟然给一个杀气的畜生磕头！你这个黑心肝的秃驴，还我辛辛苦苦攒的香油钱！这位姑娘，您真是神机妙算，火眼金睛啊！多亏了您点醒我们，不知姑娘在哪儿摆摊算话，我出100两。让开！门主威武！门主太霸气了！等等我呀！门主，您走这么快干嘛？您刚才可是救了他们的命和钱啊！他们都准备给您送银子了，您怎么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跑了？送银子，我看是送命。啊？为什么？他们刚才明明很感激您。感激？他们现在是惊吓过度，还没回过神来。等他们冷静下来，想起自己像傻子一样在一个杀人犯面前磕头送钱，不仅丢了颜面，还会成为全京城茶余饭后的笑柄。你猜，他们这口恶气不敢对官府发，会撒在谁的头上？天哪，他们肯定会把气撒在您头上，觉得是您让他们下不来台。还不算太笨，人性本就如此趋利避害。可是门主，他们被骗了那么多香油钱，也挺可怜的。可怜？你以为他们真的是在求佛向善吗？这京城里真正的寺庙道观遍地都是，皇城寺的高僧每个月都开坛讲经，他们不去那里静心修行，为什么偏偏要花重金追捧一个来路不明的外地游僧？这我怎么会知道？因为私欲作祟，这假和尚花样百出，动静闹得大，最擅长给人包装善名，在假和尚身上花大价钱，转头就能在京城贵权圈子里捞个大善人的好名声。像佛是假，为了名利私欲互相攀比才是真。既然各怀鬼胎，被骗得倾家荡产，也是因果报应，不值得同情。门主真是人间清醒，我胡生这辈子加下辈子都服了。要是我活着的时候能有门主一半的清醒，也不会被奸人骗去关外害死。门主，前面那个大宅子就是我家了，我爹娘肯定还在等我回家。走吧，假和尚的恶果已经结了。现在该去算算你这条人命的血账。妹妹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派人到处找你。我刚走到胡府门口，就被你的人急呼老叫回来，出什么事了？祖母醒了，那盏琉璃灯的邪煞被你破除后，祖母吐了一大口黑血，奇迹般的清醒了。血气散尽，生机自然恢复，这算不得什么奇迹。若不是你，祖母恐怕熬不过这个月。你救了祖母，就是救了整个萧家的主心骨。父亲知道真相后大发雷霆，把母亲痛骂了一顿。母亲和江源手里的掌家对臂已经被父亲收走大半了。妹妹，风向变了，以后在这萧府再无人敢轻视你、欺负你。大哥，你弄错了一件事。我回京不是为了争夺这后宅的权柄，更不稀罕他们的低头认可。我只认因果，谁欠了我的，我就要谁百倍偿还。才刚开始，无论如何，大都会无条件站在你这边。门主，萧家事办完了，咱们能去我家了吗？大哥，我还有笔谢账要去收，先走一步。
红喜冲白煞，真是好大的阵仗。万事小心，若有麻烦，随时报萧府的名号。怎么回事？我家怎么在办喜事？方林，是方林这个面海心黑的畜生！是他骗光了我的钱，把我扔在关外喂狼。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恭喜胡家主，这方公子一表人才，与令迷真是天作之合啊！同喜同喜，从方贤侄做生意回来，年轻有为。门主，他害死了我，现在又要娶我妹妹，霸占我胡家产。看着，哪里来的疯丫头？没看到胡家在办喜事吗？还不赶紧滚开！下人呢？怎么什么叫花子都放过来？快把他赶走，别冲了我胡家的喜气！喜事用死人钱办的喜事，也怕新娘子没命享。大喜的日子，竟敢在这口出狂言，恶毒诅咒胡家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触我胡家的眉头，给我乱棍打出去！引狼入室，认贼作序。今日定亲，明日出殡。胡家主，你儿子客死异乡，尸骨无存，你却把杀他的凶手招为女婿，真是好度量啊！一派胡言！胡兄在关外突然恶疾暴毙，你竟敢血口喷人，污蔑我！满口喷粪的毒妇！我儿惨死已是我心头大恨，你竟敢拿这事来消解我！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是要这面子，还是要你女儿的命？老爷，你可算来了！刚才不知哪来的一阵阴风，把喜堂全吹毁了，我儿吓坏了，这实在不吉利呀！妖女，定是你使了邪术！我胡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在今日下此毒手？无冤无仇，胡家主，你该好好问问，问问你招的好女婿造了什么孽？我招的好女婿？方林在我家尽心尽力10年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！他是个骗钱的神棍，他眼红我们胡家的家产。神棍？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阿生的私印，我儿他真的没了吗？爹，我回不来了。是方林，是他害了我。胡生死于关西的狼妇，他临死前都告诉我了，是你撺动他去关西的。你血口喷人，阿生是自己要离家出走的。那他离家前留给父母的信呢？这10年间寄回的5封家书呢？家书？阿生寄过信，你为何不说？伯父，我冤枉啊！我发誓没见过什么家书。伯父，这妖女在诈我。他没有诈你，方林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爹，我刚才去他书房搜查了，在他书架的暗格里发现的。这是关西特有的粗麻纸，上面全是我哥的笔记。好一个孝顺的准女婿！我待你如亲生儿子，你竟害死我儿，谋夺家产！伯父饶命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求伯父饶了我吧！来人，把他给我乱棍打出去！啊，我的腿！滚！再敢靠近胡家，打断你的腿！披着人皮的畜生，活该！多谢大师揭穿贼人真面目，我胡家100年基业险些毁了。这些金条和城南的旺铺，还请大师务必收下。我只取我应得的因果，这是胡生用命赚的6万两，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，他不是只会败家的废物。我的儿啊，爹错了。敢问大师尊姓大名？大人，小人奉夫人之命前来。萧夫人这是何意啊？大小姐流落在外，刚回郊，她没见过世面，错认了空雀大师。夫人从大师那儿请过琉璃灯，那灯祥瑞得很，绝不会假。请大人看在萧府面子上，今早把大师放了吧。放人！萧家好大的威风！那假和尚昨夜就全招了。这不可能吧？他不仅杀害了发妻，还谋害了真正的空镯。他连杀人凶器都交代了。杀人凶器！带着脏东西滚出刑部！那死丫头还想拿刑部压我，
哼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姑母说的是，有田管家亲自出马，李大人必定会卖个面子。夫人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李大人怎么说？李大人把我们赶出来了。那空禅真的是个假和尚，他是个杀人犯啊！你说什么？管家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千真万确，他连凶器都招了，就是您供奉在佛堂的那盏琉璃莲花灯。这怎么可能？姑母竟将大凶之物当吉兆，还日日夜夜在佛堂供奉。我辛苦求来的无量福宝，竟是个沾满血的晦气东西！全京城都知道我闹了笑话。萧云卓，他早就知道真相，他却故意瞒着我，他就是要看我当众出丑，看整个萧家沦为笑柄。表姐怎么能这般狠心？她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。他个生带阴煞的扫把星，一回来就搅得家宅不宁。去，带人去他的院子，把他院子的门窗都钉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他踏出半步。谁敢放他，我打死谁！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夫人，门外来了好多马车，是谁在外面闹腾？是城南高升布铺的胡家，他们带了10几车贵重谢礼，指名道姓要见大小姐，说是来谢救命之恩的。胡家人，他们来干什么？说是来送重礼，专程来谢大小姐的。好个萧云卓，他还敢在外头招摇！去前厅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搞什么鬼！见过萧夫人。胡家客气了，送这么多布料来，这得花不少银子吧？去账房支银子，我们萧家全买下了。夫人误会了，这是谢礼，不卖。我家主人特地吩咐，必须亲手交给云卓小姐。胡管事这是什么意思？云卓是我亲生女儿，她年幼不懂事，怎能随意收外人的重礼？这传出去有损萧家名声。东西留下，我替她保管。这可是我家少爷的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我家主人说了，必须确保恩人亲自拿到。若是夫人觉得不便，那我们就在萧府大门外等着，等云卓小姐出门，我们在大街上敲锣打鼓送给她。你们欺人太甚！胡管家千万别动怒，姑母也是为了表姐好。来人，抬起箱子，我们就在大门口等着。站住！你们把东西送过去。田管家，给他们带路。多谢萧夫人成全。那是银月林，足足有6匹。我求了1个月都没买到，他们竟全送给表姐了。那是高升不服的镇店之宝，白狐球。她一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，她配穿这么好的东西吗？她到底施了什么妖法，竟把胡家人迷得团团转？云昭小姐，这是我家主人的心意，多亏您出手相救。这是买符的10两银子，钱我收了，东西太多了。不多不多，少爷托梦交代了，一定要厚报恩人。东西送到，小人告退。姑母，这事绝对有蹊跷。表姐刚回京城，她怎么可能懂救人之术？这胡家可是巨份商贾呀！表姐莫不是打着萧家的旗号，她在外面招摇撞骗？你说什么？这满箱子的奇珍异宝，简直就是巨额贿赂啊！若是传到御史台的耳朵里，肯定会弹劾父亲治家不严。这个不知死活的扫把星，他这是要毁了我们萧家！姑母，此事绝不能姑息，我们必须立刻写信给父亲，把表姐的所作所为如实禀报。父亲最重门风清誉，他定会严惩不贷。你说的对，我这就去书房。
我要让老爷看清他的真面目。萧云敖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大小姐，这么多好料子，咱们10年都穿不完。挑几匹素颜的，给祖母送去。奴婢这就去办。那夫人和表小姐那边要不要也送几匹过去？他们哪配用我的东西？可是大小姐，夫人毕竟是当家主母，您若是一点面子都不给，将来您的婚事，万一她给您使绊子怎么办？婚事，我的命只握在自己手里，不需要靠讨好任何人来苟合。在这个院子里，哪怕是一草一木，没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碰。大小姐，夫人有请。夫人说了，让您带着胡家谢礼去正院回话。大小姐累了，不见客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大小姐，这可是夫人的命令。哼，您若不去，就是忤逆不孝。忤逆不孝，他若敢来拿，尽管让他亲自来试。东瑶，关门，放狗，谢客。是。你们反了！反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他竟敢把我的人赶出来！这个丧门星，他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。姑母息怒，千万保重身体。表姐刚回府，脾气大些也正常，只是这胡家的重礼，表姐竟连看都不让您看一眼。这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咱们萧家贪图他的财物呢。我贪图他的东西，我乃萧府主母。既然这萧家容不下我，那我走。夫人，您不能走啊！这要是让老爷知道了……老爷，你立刻去军营，给老爷传信，就说我被他的好女儿气走了，说他忤逆生母，败坏家风，让老爷亲自回来收拾这烂摊子。姑母说的对，必须让姑父知晓，不能让表姐再错下去。混账东西，敢欺辱主母，我必严惩不贷！爹回来了。父亲息怒。逆女，你在干什么？刚回府就搞这些装神弄鬼的东西，你真想气死你母亲不成？时辰未到，别惊了煞气。混账东西！我萧家世代清白，怎容你败坏门风？立刻给我停下！不好了，老太太吐血了！母亲，你这毒妇！你忤逆生母也就罢了，竟敢用邪术谋害亲祖母！我今日就替萧家清理门户！要杀人了！父亲不可呀，会出人命的！清理门户，萧大将军，你在战场上也是这般不分青红皂白？人赃并获，你还敢狡辩？老太太若有3长2短，我要你立刻偿命！瞎了就去找大夫治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他到底是死是活。奇迹，真是天大的奇迹呀！将军，老太太的脉象竟然稳住了，压在心脉的毒血全吐出来了。毒血不是被这逆女的妖法害的。将军误会了，绝不是妖法，这无仅清除了药香，更护住了微弱的神药啊！若非大小姐出手，老太太绝对活不过今晚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竟懂得如此高深的医术？我不懂医，我只懂断因果，除邪祟。我方才关儿，母亲，儿子不孝，回来晚了。你确实极不孝顺，一回来就拿刀指着我的救命恩人。母亲，是儿子鲁莽冲动，是江氏传信说这丫头忤逆生母。给我住口！那个虚伪毒妇的话你也信？若不是卓儿力挽狂澜，我这把老骨头早就进了活棺材。少说废话，把你身上的东西拿出来，萧家交信物，传家玉佩。母亲要什么？从今日起，卓儿便是我萧家至高无上的嫡女，谁敢对她不敬，立刻滚出萧家。母亲，这传家玉佩……怎么，我还没死，说话就不管用了？儿子不敢。你连亲生女儿都要杀，这萧家迟早毁在你手里。儿子不敢，历来只传家主，卓儿她……卓儿，过来。这玉佩将是那个毒妇惦记了10几年，今日祖母做主，把它传给你，我看谁敢有半句怨言。孙儿不敢。我
也没意见。祖母，这太贵重了，拿着，这是你的护身符。我这把老骨头怕是熬不过今晚了。母亲千万别说丧气话。卓儿，你记住，等我咽了气，绝不和那个死鬼老太爷合葬，给我把坟头立得远远的。我这一生困在内宅，死后想图个清静。老太太，您老可千万别急着交代后事啊！你说什么？多亏了大小姐燃的这炉药香，此香有理气护心之神效，生生把您的命拉回来了。大小姐的医理造诣，老朽望尘莫及。好，我就知道卓儿是我萧家的福星，那个毒妇还想害我乖孙女。关儿，你给我滚出去！看到你就来气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是，儿子告退，母亲好生歇息。卓儿，你等等。萧将军还有何指教？刚才是为父冲动了，但江氏信中说的那些事，江氏，她也配做母亲？他信上说你打着父兄的名义去刑部生事，还收受商户重礼，败坏萧家门风，这些事可是真的？萧将军在战场上也是这般听风就是雨。他信上说我忤逆，你连问都不问就拔刀相向，如今又拿他的一面之词来问罪。我只是想问清楚缘由。我帮刑部破悬案，拿我该拿的赏金，既没偷也没抢，何来败坏门方？你若觉得丢脸，大可开祠堂断绝父女关系。胡闹！为父何时说过要断绝关系？是为父偏听偏信了。随你的便。既然提到了祠堂，我现在就去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为父并没有罚你去跪祠堂。谁说我要去罚跪？我去见见老祖宗，去身上的晦气。萧将军，怎么了？若真想管教内宅，不如去看看你那位好夫人，在佛堂里日夜供奉的到底是个什么杀人魔影。你把话给为父说明白，什么叫杀人魔影？就是你那位好夫人，千辛万苦求来的琉璃莲花灯。那是他给母亲求的祈福灯，他亲口说是得道高僧开过光的。祈福？催命还差不多。那灯上附着极重的阴煞之气，日夜汲取祖母的生气。若非我及时出手破局，祖母早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江氏一向温柔贤良，侍奉至孝，他绝不会谋害自己的婆母。信不信全由你，我言尽于此，事实胜于雄辩。那你收受商户重礼呢？你四处招摇撞骗，这总归是事实吧？我替人收尸传话，化解无主亡魂的怨气，保他们生者平安，死者安息。这是我替天行道。那你也不该打着萧家的名号。他们送礼答谢，这是等价交换，不偷不抢，有何不可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怎能用父兄名义在外抛头露面？哼，我借父兄名头行事，只为少费些口舌。我帮的是无辜百姓，断的是不平因果。请问萧将军，哪里辱没了萧家的门楣？父亲难道没觉得奇怪吗？奇怪什么？大哥知道我要在院里做法，急着拼命阻拦，生怕惊扰祖母。您得知消息也立刻从军营赶回，气势汹汹要找我算账。可母亲呢？她当时在干什么？她明知我在做这种荒唐事，却不闻不问，躲得远远的。反而转身就给您写信告状，这像是一个担心婆母安危的儿媳吗？你母亲她是不懂这些，她平日里只知礼佛念经，她只是觉得你刚回府不懂规矩，才急着写信让我回来管教。不懂？
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等我做法惹怒邪祟，把祖母折腾死，他好借您的手名正言顺除掉我。住口！她是你的生母，你怎么能如此恶意揣测她？恶意揣测？既然父亲连这点简单的局都看不透，那我也不必再浪费口舌了。您就继续活在他的温柔心里吧。云卓，今日之事，我确有错。你终于肯认错了。我错在妄议生母之过，按照萧家的规矩，这等忤逆之罪，理应受罚。为父没说要罚你，你祖母刚醒，还需要你照看。但我咽不下这口恶气，我现在就去祠堂跪着，向萧家的列祖列宗请罪，顺便去这一身的伪善晦气。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将军，母亲她又嫌弃我了，妾身真的很委屈，但为了您，我能忍。将军，这是我特意给母亲熬的补汤。难道这些年，他全都是在骗我？你这个叛徒，看什么看？我在看你们表里不一的样子，着实厉害，我要好好学一学。我们都是因为你才受罚的，我看你就是蛇蝎转世。你们受罚不是因为我也没有幸灾乐祸，而且我更不是蛇蝎转世。你小小年纪怎能看懂旁人的轮回？莫别说大话。二哥，你看看他太厚颜无耻了。若不是你执意做法事，父亲怎会惩罚我们？二哥，多年不见，你似乎笨了许多。我这样不受母亲重治的姑娘，真能支持得了你们吗？是母亲让你们去鸡微堂试兵，让你们利用老太太积攒名声。斋戒、念经、试兵，母亲确实是为了我们积攒名声，我们被耍了。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因果自己担，都是你们该得的。我身心舒畅。你说我们表里不一，那你呢？不也一样偷偷算计？我正大光明啊！你看，我也来跪祠堂了。相由心生，你这般厌恶我，毁的是你自己的心境。我才不听你胡说八道！就算你想听，再多的话，我却不能说了。父亲，我们知错了。父亲息怒。你方才说的那些话，为父都听到了。听到了便好，省得我再费口舌解释。父亲，她胡说八道的，她就是个恶毒的女人，恶毒的女人！住口！你们两个蠢货！父亲，儿子愚钝。你们不仅愚钝，更没主见，在这祖宗面前好好反省。地上凉，快起来吧。多谢父亲。你身子单薄，受不住寒气，随我回前厅用晚膳。父亲，那我们呢？免了你们的贵罚。是，父亲。走吧，我正巧饿了。站着做什么？坐下。卓儿，多吃些，这些年在外面受苦了。还行，没饿死。父亲，我也想吃肉。哼，你还有脸吃肉？我不敢了。你们往日是如何学规矩的？儿子知错。我常年不在家中，竟不知你们被教导成这副模样。江氏的慈母做派，竟全都是假的。从今往后，多听你们长姐的话。若再敢对她不敬，家法伺候。可是母亲说她……闭嘴！你们母亲的话未必是对的。这汤味道不错，父亲莫气，气大伤身。
他们脑子空空，需要慢慢教。卓儿说的对，赶紧吃，吃完滚回去读书。进。夜深了，父亲还在忙。宫里传来的密讯，事情有些棘手。好重的阴气，你能看出来？这上面附着怨念，写信之人或者信中提到的人，必定沾染了不干净的东西。已经猜得全中。信中说永怀侯府世子出事了。哦，怎么出事的？离奇失智，状若疯癫，甚至还会咬人伤人。太医院怎么说？御医们束手无策。如今京城重金求助异能之士。重金？有多重？黄金5000两。新的生意到了。卓儿，此事万万不可。永怀侯府地位显赫，这病症更牵扯到宫廷禁忌，若治不好，恐有灭门之祸。灭门？那也要看这因果，谁敢来受？吃完饭，把昨日的课业拿来。二郎，我且问你，仁义忠信，视为6首。何谓三宝？三宝是……细细说来。儿子近日还没细读此。没细读？你大哥在外苦读，你呢？1个月去了几回学堂？父亲息怒！你跟着永怀侯府的庶子鬼混，还从账上支走1000两白银，是不是？来人，请家法，让他长长记性。父亲，二哥知道错了。你再废话，连你一起打。我不在家，你们就如此放肆。如今京城乱得很，少出去惹祸。就说那永怀侯府，他家嫡子被人绑架，险些丧命。儿子听说过此事，那嫡子被关在黑暗地窖2日，救出来后就疯傻了，见人就咬。关在地窖2日，惊吓过度，阴气入体，这是丢了魂，惹了邪祟。你少打听这些害人的事。昨日在书房我就告诉过你，这事牵扯极深，你绝不可插手。5000两黄金的悬赏，这笔买卖我接定了。胡闹！你一个姑娘家懂什么？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休想踏出大门半步。我长了腿，就是要东奔西跑的。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？来人，传我的令，全府禁足，谁也不准出去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打完滚回去反省，明早都去鸡尾堂给你们祖母侍疾。若再敢偷懒，打断你们的腿！你今日非要违抗父命。我要去做生意，让开。为了那5000两黄金，你连命都不要了？我的命硬得很，阎王不敢收。倒是你挡了我的财路。好，好得很，把大门给我封死！二哥，祖母是不是快不行了？我害怕，我不想闭嘴！惹怒了父亲，咱俩都没命。父亲要对那个疯女人动手了！他居然敢跟父亲叫板！最后说一次，让开！有我在，你今日休想踏出半步！我看谁敢拦他！诈尸了！祖母变鬼了！母亲，您能下床了？我再不起来，我这好孙女都要被你欺负死了！太医明明说您……太医治不好的病，卓儿治好了。铺子里的甜果糕，我今天全包了。姑娘，这可不少钱啊！怕我给不起？不敢，您稍等。味道确实不错，也不枉我来守株待兔。小二，买2盒甜果糕。哎呦，孟大小姐，糕点全被那位姑娘包圆了。包圆了？她一人能吃下这么多？怕不是个贪嘴的傻子。翠儿，不得无礼。这位姑娘有礼了，不知可否转卖2份给我？家中幼弟病重闹腾，就想吃这一口甜果糕，我愿意出双倍价钱。你是永怀侯府孟姑娘，正是我。不知姑娘是哪家千金？我姓萧，是个神算。神算？姑娘莫不是在开玩笑？我从不开玩笑。孟姑娘山根有赤纹，
你今早是不是见了火？你如何知道？自然是算出来的。你不仅见了火，还历经了血光之灾，此灾来自你的至亲。你到底打听到了什么？什么？我家之事从未外传。打听？天机指引，无需打听。你弟弟的病，我能治。你让我如何信你？我看你脑筋不太清醒。翠儿，我们走，先给我几个铜板。你还要乞讨？你穿的这么名贵，居然还有这等怪癖！少废话，不给钱我就动手抢了。翠儿，给他1块碎银，痛快。既然收了你的钱，我就得替你算清楚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。你姻缘坎坷，你最近相看的男子皆是你的烂桃花。若是躲不过这场桃花劫，你这辈子就全毁了。把手伸出来。你要干什么？让我看看你的掌纹。掌丘根味青金符箓，平日是否胃口极差？是。明堂冰凉，掌色苍白。你心火不足，阳气虚亏，身子寒重至极。大夫是否曾断言过你将来极难受孕？你胡说八道！你从哪里偷听的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早说过，我姓萧。你怎会知晓我这么多隐秘？萧家刚找回来的嫡长女。你就是那个萧云卓？如假包换。你二哥萧文月与我叔兄交好，你今日故意接近我，莫非是被我叔兄收买了？你想借机进府害我弟弟？你想多了，我二哥确实不是个好东西，但我跟他可不是一路人。你竟这般说自己的亲哥哥？血缘我没得选，但我若真想害你弟弟，怎会傻到亲自送上门让你盯着？那你图什么？无缘无故为何要帮我？图你们孟家有钱啊，跑腿费肯定少不了我的，治好你弟弟还能帮我扬名。以后京城有权贵撞邪，你不得帮我引荐？你堂堂萧家千金，竟如此贪财！我连生死状都敢跟你立，你大可把心放肚子里。唉，大夫说弟弟是受了惊吓，发狂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父亲都嫌他丢人，不愿多看一眼。萧姑娘，你若真能治好他，我孟永思结草衔华报答你，准备好银票就行。当心！吓死我了！若是伤了你的脸，我万死难辞其咎。无碍，准头差了点。哟，永思回来了，还带了个外人来看笑话。姑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这侯府都要被掀翻了。你听听这动静，这哪是生病，分明就是个疯子。我弟弟没疯，他只是病了。病了，太医都束手无策。侯府的爵位可不能断送在一个疯子手里。你父亲耳根子软，我今日必须做主，趁早将你束兄记在你母亲名下。你休想！我弟弟是唯一的嫡子。嫡子又如何？活不长的嫡子毫无用。贪婪成性，必造反噬。好重的怨气，萧姑娘，你看出什么了？阴风阵阵，怨气冲天。你弟弟根本不是生病，不是生病，那是为何？他是招惹了邪祟。邪祟？你弟弟八字全阴吧？他一出生就沾染了怨气，极易丢魂，也最招阴物惦记。你连这都知道？那我弟弟现在到底怎么了？弟弟，你怎么样了？小姑娘，当心！不知死活的孽障！弟弟，你别怕，姐姐在这里。萧姑娘，刚才那到底是什么？一个贪食生魂的孤魂野鬼罢了，已经被我身上的罡气打退了。我弟弟一直养在深宅，怎会招惹这些？你弟弟是不是八字全阴？他出生之时，府上定有杀生之祸。你怎么全都知道？弟弟出生那日，赵姨娘打死了一只野猫，下人说那野猫肚子里还有没出生的幼崽。一尸多命，怨气最重。世间生灵皆有怨气，何况是待宰的母猫？你弟弟本就体弱，命格极阴，
一出生就撞了这股无名怨气，极易惊吓丢魂，自然招惹邪祟惦记。求你救救他，只要能治好他，要我怎样都行。这里阴气太重，出去说吧。想救你弟弟其实不难，但我需要他生身父母全力相助。我母亲日夜守着他，他定然愿意的。我要的不只是你母亲，还有你父亲。孟侯爷必须亲自到场。我父亲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父亲他至亲血脉是天地间最好的引梦灯，必须由孟侯爷亲自出面，以生父指尖血为引，方能召回丢失的生魂。这绝对行不通的。父亲本就觉得弟弟发狂，丢了侯府的脸面。若是让他知道我们用放血招魂的法子，他定会把我当成疯子，直接乱棍打出侯府。那就是你们的家事了，我只负责驱邪治病，不管你们的家务事。另外，我的跑腿费是1万两银票。1万两？怎么，堂堂永怀侯府连这点钱都拿不出？我可是拿真本事在替你们办事，保住侯府嫡子，这笔买卖你们稳赚不赔。钱根本不是问题，就算砸锅卖铁我也凑。可我父亲生性古板自大，眼里只有规矩，他绝不会听宋柱这些怪力随神之说的。口说无凭，立字为据。这是生死状，若我治不好你弟弟的离魂症，我萧云绰愿担生死罪名，以命抵命。你竟敢拿自己的命做担保？我说过，我从不做亏本的买卖。现在轮到你做选择了，是去的违抗你那高高在上的严厉父亲，还是眼睁睁看着你唯一的弟弟变成傻子？我该怎么选？一旦激怒父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父亲，求您救救弟弟吧！弟弟刚才差点被邪祟害死，全靠萧姑娘出手才保住一命。萧姑娘立了生死状，只要您出面，弟弟就有救。放肆！简直花天下之大喜，取我的指尖血去招魂！我堂堂永怀侯，岂能陪你们玩这种无辜把戏？父亲，弟弟快撑不住了，求您信萧姑娘一次。闭嘴！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哪儿来的野丫头，竟敢到侯府来招摇撞骗？为了骗钱，连命都敢押上！侯爷若是不信，大可自己去看看，你儿子的命也就剩这半个时辰。你这也是病急乱投医了。我看啊，这就是报应。靖哥本就是个没福气的，谁让他八字不好，克着了侯府，这身子骨早晚得交代。你找个江湖骗子有什么用？姑奶奶，弟弟也是您的亲侄孙，我这是实话实说。侯爷，听我一句劝，不如早早把你那庶兄过境来，免得将来侯府绝了后。你休想，弟弟绝不会有事。都给我闭嘴！来人，把这骗子给我轰出去！永怀侯府好大的威风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有心思争夺家产？你个贱蹄子，胡说什么？我观你印堂发黑，口生青黑煞气，这是大不吉的死相。你近日必有大病缠身，即便是神医降临，也必死无疑。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来人，把他的嘴给我撕烂！姑奶奶，奴婢不敢。没用的老东西，还不快去！我的鼻子出血了，真的出血了！萧姑娘说的全对，就是血光之灾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世上没什么不可能。怪物，你是个怪物！若不信，大可继续试试。孟侯爷，你还打算把我轰出去吗？萧姑娘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刚才多有得罪，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只要能救我儿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杀你脏了我的手，想救你儿子就得按我说的做。您说，我绝无二话。准备2斤草木灰，2个招魂铃，再备1柄干净的匕首，1碗清水。我这就去准备。今日子时，你与夫人随我出门。去哪儿？去小公子遇害的地窖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招魂极为凶险，你们若中途退缩，小公子必死无疑。哪怕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去闯。这是靖哥的血吗？我的儿啊，你受了多大的罪啊！收起你的眼泪，生人落泪会惊扰生魂。萧姑娘，这是做什么？血气重，生魂不敢靠近，
取你们的指尖血，滴入这碗清水中。我先来。符成之后，你们原路返回，每走3步必须摇一次铃铛，同时呼唤小公子的名字。记住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绝对不能回头。我记住了，绝不回头。小姑娘放心，我们一定办到。时辰已到，开阵。静歌儿，别停下，往前走，摇铃。孟平静，回家。孟平静，跟娘回家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非新娘却穿红衣，必定含冤而死。有冤尽可诉，但敢在我手里抢活人，就是找死。别回头，继续走。孟平静，回家了。神魂归位，百邪退散。我的儿，你终于醒了。娘，我怎么睡了这么久？娘，我还想吃一碗桂花粥。好，娘这就让人去煮。管够。侯爷不必行此大礼，拿钱办事而已。萧判官神迹，孟某之前真是有眼无珠。犬子虽然醒了，但以后还需要注意什么吗？小公子八字偏弱，容易招惹阴物。去道观求一块开光的玉石，让他随身佩戴，再给他身边安排几个阳气重、习武的壮汉。我马上安排，府里最精锐的护卫贴身保护。更重要的是你，我父亲是儿子的底气，你多花时间陪他，父子同心，阳气自盛。阳气盛，胆气足，邪祟自然不敢近身。萧判官不仅救命，更是救心呐！孟某受教了。我害怕。静哥别怕，怎么了？那个红衣服的坏女人，她好凶。什么红衣女人？她在梦里一直掐我的脖子，她还说要怪就怪府里的姨娘，是姨娘让她来要我的命的。好个毒妇！我定要将她抽筋扒皮！萧姑娘神乎其技，永嗣彻底拜服。收钱办事而已，无需行此大礼。一点薄礼，还请萧姑娘笑纳。俗物不足以表达谢意，你若不嫌弃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姐姐。侯府门第太深，这亲姐姐我可不敢当。你家这后宅有的闹呢，让姑娘见笑了。但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好，过几日京城有场琴会，第一女琴师在声波楼献艺，届时名门闺秀都会去，你也一起去看看吧。声波楼名媛聚会，听起来很有趣，我接了，正好探探京城权贵圈的你。找，都给我仔细找！大小姐昨晚一夜未归啊！管家，大小姐会不会遇害了？闭嘴！败坏门风的话也敢乱说！就算大小姐被人糟蹋了，那也是咱们萧家的人。听见没？萧家刚找回来的大小姐丢了。乡野长大的丫头就是不守妇道啊！去人多的茶馆也喊一喊。管家高明，嘿嘿嘿嘿，这下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夫人容不下他，哼，怪不得我心狠，我要让他名声扫地，被老爷乱棍打出京城。还没消息吗？回老爷还没找到。一个大活人，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他才刚回京城，若真出了什么闪失，我怎么对得起他？老爷，要不报官吧？绝对不行！大张旗鼓去搜，云沼的青玉还要不要了？加派人手暗中去找，掘地3尺也要找到他。动作清闲，把玉雕稳稳放在正厅。大小姐，这足足有500两白银啊！还有这么多名贵的百年老参，怎么会？孟父怎么可能送他钱？孟平章那个成事不足的废物，不但丢了人，还让他出了风头。院子里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竹儿，
这些来历不明的东西是哪儿来的？老爷，肯定是大小姐她偷。闭嘴！我问你话了吗？哎呀，不是偷的，是孟侯府给我的1金。孟侯府？他们堂堂侯府为何给你抽筋？我做法救了孟小公子的1条命，这500两白银是我凭真本事赚来的。他竟真有这般通天的玄门本事！你当真精通那些道法？略懂1二，勉强能混口饭吃罢了。把这些东西全都搬去大小姐的院。大小姐，您跑了一上午，喝口热茶吧。夫人就是这样安排你的住处的吗？能有个遮风抵雨的地方，我很知足了。你穿的布料怎么如此粗糙单薄？家中难道还短了你的吃穿用度？这件衣服是高升布铺的掌柜送我的。我刚回府，还没资格领宫中的月例。你是我萧镇关的嫡长女啊！父亲不必自责，在外面漂泊我都习惯了，我以后每天都要出门赚钱养活自己。若父亲觉得丢脸，我可以在外隐瞒身份。从今日起，彻底废除你的禁足令。这偌大的京城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父亲此话当真？没人再拦我。萧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你若晚上回来的迟，派人知会家里一声便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多谢父亲。马叔，你立刻给我滚过来！田有容那个狗奴才，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老爷，老奴已经查到他昨日的行踪了。他昨夜拿大小姐的画像去了春香楼寻人。什么？他竟敢做出这等败坏门风的下作之事！去柴房，我要亲自拔了这狗奴才的皮！马叔，把查到的事情说清楚。老爷，田有容心思极其歹毒，他昨夜暗中派了3个地痞流氓，拿着大小姐的画像到处寻人。寻人为何要去那种下三滥的地方？这正是他用心险恶之处啊！他们去了春香楼和几家暗唱馆，逢人便问有没有见过画上的姑娘。他这是要毁了卓儿的清白。不仅如此，老奴还拿到了供词，春香楼的老鸨已经签字画押了。那些地痞言语间全是不堪的污蔑，若传出去，大小姐只能投河自尽了。畜生，简直丧心病狂！我竟险些让女儿受这等奇耻大辱。他一个小小的管家，哪来这么大胆子？老爷，田有容一向仗势欺人，他在府中克扣大小姐的吃穿用度，若无人在背后撑腰，他怎敢如此？不管是谁，我绝不姑息。走，随我去前院柴房，我要亲自活剐了这个狗奴才！老爷，老奴到底做错了什么啊？好一个忠心耿耿的狗奴才！睁大你的狗眼，看看这是什么！老奴对萧家可是忠心耿耿啊！老爷明鉴，这都是误会啊！老奴也是为了尽快找到大小姐。去春香楼找我萧家嫡女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好糊弄吗？老爷，田管家，你这招借刀诈人玩得挺溜，想让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大小姐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，老奴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田有容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敢抵赖？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没人指使，是老奴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，我看你是早有预谋。你克扣我的用度，将我安置在破院。16年前丢下我的人，也有你吧？你胡说八道，根本没有的事。卓儿，你刚才说什么16年？父亲，这种恶犬自己敢随便咬人吗？没主人护着，它哪来的天大胆子？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来人！给我把他的双腿硬生生打断！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！我是夫人亲自提拔的人，你们要是打残了我，夫人绝不答应。死到临头还敢拿夫人来压我！夫人马上就要从皇城寺回府了，等夫人回来，我看你们怎么收场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我倒要看看母亲会怎么保。姑母，您在寺里祈福这几日，祖母定能逢凶化吉的。只盼你姑父能明白我这片苦心。自从那个扫把星回府，家里就没一天安宁过。夫人，府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是不是老太太不好了？不是，老夫人大好了，能吃能喝，精神好得很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走的时候她还昏迷不醒。这是老爷命小人家寄送来的手书。老爷竟然说凶器之事是误会，还让我早些回府安抚那个死丫头。表姐到底给姑父灌了什么迷魂汤？现在三少爷天天和老夫人、大小姐在一起用膳呢。你说什么？三郎搬去老太太那里了？姐，你这糕点在哪儿买的？真好吃。离我远点儿，别把残渣掉我衣服上。姐，你再跟我讲讲外头抓鬼的事儿呗。那个老不死的东西抢了我的长子还不够，现在还要纵容那扫把星抢走我的三郎。姑母息怒，当心气坏了身子。表姐定是记恨您当年将她送走，她这是在一步步夺走您在府里的权柄啊！她休想！我是萧府明媒正娶的主母，去！立刻叫所有人收拾行囊。夫人，现在天都黑透了，城门也关了呀。我让你去就去，就算宿在城外，我也要明日一早第一个进楼。是，小人这就去办。阿文，去收拾东西，我们连夜走。是，姑母，阿婉绝不会让表姐欺负您的。动作快点，夫人马上就出来了。都给我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姑母，夜路颠簸，您一定要当心啊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
再晚一步，这萧府怕是要改姓云了。启程回京。他以为傍上老太太就能在萧家站稳脚跟，我能丢他一次，就能除他第二次。姑母，姑父现在似乎很偏袒表姐，咱们若是直接发难，怕是会惹姑父不悦。田管家的事，姑父肯定还在气头上呢。田有容那个蠢货，成事派不足败事有余。萧正官为了那个贱种要赶走我的人，简直是打我的脸。姑母喝口茶暖暖身子吧。回府后，咱们是先去给祖母请安，还是请安？我倒要看看那老不死的能护他到几时。回到府里，我是该向那老太婆婆低头认错，保全贤命，还是干脆找个由头彻底弄死那个克我的扫把星？萧正官，你到底是中了什么邪？我才离府几天，你就要断我的左膀右臂？你还有脸提田有容那个狗奴才？你刚回府，不问老太太病情，不问几个孩子，第一件事竟是为一个企图毁主子清誉的恶徒求情。恶徒？田管家为我们萧家做牛做马10几年，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凭什么下死手？凭什么？就凭他胆大包天，算计主子。姑父息怒，姑母连夜赶路，心力交瘁。田管家纵有千错万错，也罪不至被赶出府，外人还以为有咱们萧家容下老。这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退下！你冲阿发什么脾气？他哪话说错了？田管家不过是把实情抖露出去，免得他这烂泥糊不上墙的做派，连累了大郎的仕途。好一个为了大郎的仕途，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。这就是你那好管家干的龌龊勾当，他找人伪造这种吓唬东西，在市井间大肆散播，这是要逼死云卓，绝他的活路啊！天哪，田管家怎么会糊涂至此？这能全怪田管家吗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还不是他自己到处乱跑，不知检点。他要是一直在闺阁里待着，能给人留下这种把柄吗？江氏，你到底有没有心肝？云卓16年流落在外，吃尽了苦头，那是你10月怀胎生下的亲生苦肉，还要纵容恶奴害他，你根本不配做他的母亲。我不配，我怎么不配了？当年要不是算命的说他克死全家，我会忍痛把他扔掉。我难道不想把他留在身边吗？我是为了保全萧家呀！你常年在外败兵，家里却靠我一个人硬撑。我在京城权贵圈里受了多少白眼，赔了多少笑脸。现在你为了那个灾星，为了那个没养过一天的死丫头，你要逼死你的结发妻子吗？你所谓的保全，就是亲手扼杀自己的骨肉。你满嘴的家族大义，不过是掩饰你自私冷血的借口。既然你如此不知终悔，这萧府的你也不必管了。姑父不可，千错万错都是阿文没劝住姑母，求姑父看在公多年操持家务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饶了他这一次吧。阿文，不用你求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。好，你既然非要护着那个扫把箱，那我就把话撂在这儿。他夜不归宿是事实，他不知廉耻也是事实，名声被毁是他咎由自取，活该被千人指万人骂。只要能保住萧家的体面，保住大郎和三郎的前程，我宁愿他死在外面，也绝不许他玷污萧家的门楣。萧正官，你如今倒是冲起慈父来了。你常年在外领兵打仗，对家里不闻不问，这萧府上上下下哪一样不是我操持的？我生大郎的时候大出血，险些一尸两命啊！这就是你草菅人命、残害亲骨肉的理由。我残害他，大郎是他自己命在天上，我所做的一切都保全萧家的。一派胡言！大郎若真有真才实学，岂会被自家妹妹连累？你口口声声为了大郎，为了萧家大义，我不听！你就是被那个灾星灌了迷魂汤，只要我还是这萧府的主母，就绝不容他放肆。爹娘，你们别吵了。父亲，母亲身体本就虚弱，你少说2句吧。为了一个不懂事的野丫头，伤了和气，闭嘴！这里没你们插话的份儿。其实大姐那晚没去干坏事。你说什么？二哥哥都告诉我了，萧云昭晚是去了永怀府借宿，他只是去找孟家姑娘玩了，没做丢人的事儿。你叫她什么？大姐？娘，我只是说实话呀，他确实没干别的。连你也要和我作对？娘，你打我！江氏，燕儿只是说了句实话，你凭什么下此毒手？他是我10月份生来手下白疼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一个个都被那灾星迷了心窍。去侯府又怎样？他骨子里就是个祸害，他迟早就是克死我们全家，他就该死在外面。不可理喻，你已经彻底没救了。从今日起，你就在主院闭门思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半步不许踏出房门。萧正官，你敢软禁我？我是这萧府的女主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娘，您先别激动，您现在闹得越凶，父亲就越反感啊！娘，儿子当然是向着您的，您何必为了一个外人气坏自己？不如说说儿子吧。昨日三王爷见了我，破我为官呢。三真王爷？是啊，三王爷有意举荐最亲的您娘，等儿子做了官，并给您正姨夫诰命回来。咱们先回院子，儿子细细跟您说。母亲，对，我还有你，还有大郎，我绝不让那丫头如愿。绝不能再让他祸害这几个孩子了。好表姐，你怎么整日闷在屋子里？莫不是不喜欢我，连找我玩都不肯？说话就说话，不要动手动脚。表姐，这屋里的梅花香真好闻，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好东西，能不能送我些？你身上的夺春香价值1000金，
怎么看得上我这粗制滥造的东西？表姐真是好眼力。我今日来其实是有要紧事求表姐，我不帮。表姐连听都不听就拒绝。姑母如今被姑父软禁在主院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姑父还要将田管家发卖出醋，你就眼睁睁看着家里闹得鸡犬不娘吗？父亲为何要发卖田管家？就是那晚你没回家，他派人没找到你。田管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只是没找到。还是他故意隐瞒我的下落，甚至还到处宣扬我夜不归宿，败坏我的名声。竟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可就算他做错了，姑母也是心疼他的。表姐，如今姑父最疼你，只要你去向姑父求个情，饶了田管家，姑母定会记你的好，他们夫妻也能和好如初。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，为了我好。若我替一个败坏我名声的奴才求情，父亲只会觉得我愚蠢软弱，是非不分。不会的，姑父只会觉得你大度善良。表姐是不是容不下我？只要你肯去求情，让姑父姑母和好，我明天就收拾东西搬出萧家，求你了。你真这么希望我去？千真万确。好啊，那我就跟你走一趟。多谢表姐，咱们这就走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只要你敢开口求情，姑父就会彻底厌弃你。嘘，听听他们在说什么。萧正官他疯了，为了个扫把星软禁我。娘，您先别闹，父亲现在正在气头上，咱们硬碰硬没好处。那能怎么办？难道就看着那个小贱人踩在我头上？他得意不了多久，等大哥春未考完回家。你的意思是，咱们就对外散布消息，说那灾星八字极阴，就说他冲撞了大哥的文曲星，坏了萧家风水。到时候再把他夜宿在外的事情抖露出去，流言蜚语就能把他逼死。好主意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只能悬梁自尽。他连给我们萧家当店糟好都不配。就按文月说的办，绝不能让这扫把星毁了萧家。文月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父亲，我来请安。大考在即，滚回去读书。我闹，明明是你要逼死我。田有容必须赶出萧府，他敢隐瞒主子下落，留不得。我绝不同意，她是我的心腹，更是为萧家好。隐瞒云沼的下落是为萧家好。当然，那丫头夜不归宿，她丢尽了我们萧家的脸面。田管家败坏她名声怎么了？只要她身败名裂，别人只会同情我们。你疯了，那是你的亲生女儿。亲生女儿？她就是个来讨债的恶鬼。为了我的名声，牺牲她又怎样？就算要她去死，那也是她该受的。这微薄的血缘，今日便断个干净。云沼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决定我的生死？反了！你个小贱人，敢踹我的门！我是你亲娘，我10月怀胎生了你，你的命都是我的，我想怎么践踏就怎么践踏。是啊，母亲真是好手段。16年前你就是这么做的。云沼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父亲不是好奇田有容为何敢瞒报吗？因为他怕。他怕什么？他怕我认出他那张老脸。16年前，就是他亲手把我装进薄皮棺材，就是他把我像死狗一样扔进万古坡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胡说八道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胡说？那晚夜黑风高，他在棺材上钉了72根透骨钉，他还念叨着夫人保重，扫把星已除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当年不是遇到刘肥走失的吗？老爷，你别听这灾星胡说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是清白的。还不承认是吗？要我把田管家抓来，用真言符让他吐个干净吗？是我干的，那又怎样？是我让人把你活埋的。你竟然活埋自己的亲生骨肉！算命的说他八字极阴，会克死我们全家。我丢掉一个祸害有错吗？我是为了萧家好，错的是他，他就不该活着回来。你这蛇蝎心肠的毒妇！来人，
褫夺夫人一切管家之权，立刻将他关进后院柴藏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探视。萧贞观，你敢软禁我？我还要把田有容碎尸万段，拖下去。放开我！我是萧家主母！你这个灾星，你把我害惨了！你会遭报应的，你不得好死！因果昭昭，报应不爽。母亲，你的报应才刚刚开始。姑父，你饶了姑母吧！姑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萧家呀！为了萧家就能杀害亲女，你还敢替这个毒妇求情？姑母日夜操劳，都是为了家宅安宁啊！你今日故意拉我来这主院，不就是想让我听听你们的好算计吗？表姐，我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想让我亲眼看到父亲如何向母亲妥协，保下那个奴才？你想让我明白，为了大哥的春闱大考，为了所谓的家宅和睦、名声体面，我这个受尽委屈的亲生女儿，也要给一个老奴让路，是吗？婉儿，你早就知道，你也是共谋。不是的，姑父明鉴，我真的不知情。逃避罪责，粉饰太平，这才是家宅不宁的真正根源。停下！把那毒妇押回来！你这丧门星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！给我跪下！我问你，16年前你到底是怎么对待云沼的？那是一个极其寒冷的大雪天，母亲嫌弃我不吉利，说我八字带煞。这个小贱人，克死了父亲，便要将我卖给人牙子，好给我那嫡出的妹妹腾位置。你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惹人厌，你让田有容找人像绑牲口一样把我绑起来，他们把我塞进一副薄皮小棺材里。棺材？你当时还是个3岁的孩子呀！是啊，活人装死棺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那里到处都是啃食腐肉的野狗和森森白骨。我用指甲拼命挠着棺材板，10根手指全废了，鲜血淋漓，才勉强爬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可是你10月怀胎掉下来的亲骨肉啊！你为何能如此狠毒？你的心是铁打的吗？我狠毒，我心狠手辣，那是他活该，是他自找的。我生他的时候痛了整整3天3夜，他差点要了我的命。自从他生下来，萧家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。一派胡言，简直荒谬！他就是个克死全家、败坏门风的扫把星。我把他扔掉有错吗？我这是在清理门户，我是在保全萧家的100年基业，我是在保护你们。你为什么不死，要回来克我？母亲这番舍己为人的说辞，真是感人肺腑。只可惜天道好轮回，因果报应不爽。你种下的恶因，今日便要一点点尝遍这苦。因果报应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我何错之有？我是在救这个家。16年前，我就该亲手掐死你！毒妇，你还敢口出狂言？你到底是不是人？虎毒尚且不食子啊！我怀他的时候受了多少罪？生他那天，窗外下着暴雪，稳婆说我气血逆流，险些丧命。你就是个来讨债的煞星！生儿育女本就伴随痛楚，你若不愿，大可不生，生下来却将痛苦归咎于婴儿，真是令人作呕的推脱借口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那萧家的100年爵位呢？夫君，你难道忘了吗？他出生的第2天，圣旨就到了。萧家被夺了爵，不是他克的，还能是谁？我扔掉他就是替天行道，我是为了保住萧家最后的血脉。替天行道，好一个替天行道！夺爵是因为祖辈在朝堂的旧案，这与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有何干系？你不过是找个借口掩盖狠毒。表妹躲什么？刚才不是还挺能说会道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表姐，你别看我，你别碰阿婉，阿婉比你懂事100倍、1000倍，你连她的1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夫君，你要杀我！
不要啊！我真恨不得一剑劈了你，但杀你简直脏了我的剑。来人，属下在。传我的军令，把田有容拖到院子里，狠狠打他50军棍，打完直接扔去乱葬岗喂狗。不要！你不能动他，他是我的陪房，这是打我的脸。你还有脸？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主母，交出库房钥匙和对牌，你不得踏出这主院半步。你也不再是云沼的母亲，你就在这里做一个活死人。不能服！大郎马上就要春位了，你敢在这时候春位我？你若休妻，大郎的名声就毁了。他的仕途全完了，你敢赌吗？夫君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哼，休了我，大郎的春位就全完了。你苦心经营的萧家，承受得起吗？你竟拿大郎的前程来要挟我！我这是在提醒你，顾全大局。他不过是个惹祸的扫把星，丢了就丢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拿儿子的前程当免死金牌，你这算盘打得真是不错。你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口口声声说我是扫把星，可我回府之后，老太太醒了，反倒是你这尊贵的主母弄得满府乌烟瘴气，丑态百出。你这个孽障，你敢咒我？若真有晦气，你才是最晦气的那一个。表妹，这场戏好看吗？表姐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撺掇我来主院，不就是想看我被踩在脚下吗？我没有，姑父，你信我。你想借刀杀人，看我出丑，结果却把你的大靠山给作没了。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如何？我真的只是想来劝和的。来人，将他锁在主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萧正官，你敢软禁我？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你的罪孽。母亲，儿子无能，竟不知江氏瞒着我做下这等恶事。你糊涂啊！你这枕边人就是条毒蛇，16年呐，云朝受了多少苦！儿子已经夺了他的管家之权，将他彻底禁足在主院。仅仅是禁足，你为何不直接休了他？母亲，大郎马上就要春位了，若此时休妻，大郎的仕途就毁了。唉，你总是这样瞻前顾后，为了这个家，只能委屈云卓了。祖母不必介怀，我不委屈，我根本不在乎她是不是主母。好孩子，祖母定会护着你。母亲放心，我绝不轻饶了那些恶仆。我已经下令将田有容重鞭50，打断他的双腿，直接放逐到黄庄，就让他留在那里自生自灭。好，就该如此雷厉风行，必须彻底清除江氏的羽翼。从今往后，萧家绝不能再让云卓受屈。儿子绝不会再让云卓受一丝委屈。16年的因果，今日算是断儿。从今往后，我是这萧府的判官，萧家的规矩由我来定。你就是个来讨债的杀星！你就是个来讨债的杀星！你出生的第2天，萧家就被夺了爵。他不懂相术，为何如此笃定？夺爵之事，难道仅仅是巧合？当年到底是谁动了我的生辰八字？这萧家的水，比我想的还要深。你仔细给我说清楚，当年云沼到底是怎么丢的？是儿子糊涂。当年江氏听信了妖僧的鬼话，说云沼的八字克亲是来讨债的。就因为一句鬼话，他趁我所有在，命人将刚出生的云沼扔去了万古坡。万古坡？那是乱葬岗啊！活生生丢去喂野狗吗？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他那是你嫡亲的血脉呀！儿子有罪，教妻无方。竟不知他长着一颗如此狠毒的心。你现在认错有什么用？云若心里的窟窿，你拿什么填？儿子愿用余生去补偿他。补偿？留着那个毒妇在府里恶心他吗？母亲，大郎正逢春闱关键之时，若此时休妻，大郎和几个孩子的名声当然要顾，但萧家的门风绝不能毁在他手里。等过了这个年，寻个由头，就说他身染恶疾，需要静养，直接送去城外的清心庵，让他在佛前赎罪，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。全凭母亲做主。老爷，把我的东西全都收拾出来。这大半夜的，收拾去哪儿啊？搬去前院书房。那主院这里
没有我的吩咐，谁也不许靠近主院半步。是，小的立刻去办。这孩子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我却不知如何面对。我这个父亲，当的真是失败至极。动作快点，这地方我一刻也待不下去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可是老爷消气了，要来看我。老爷命人把东西都搬去前院书房了。老太太那边还发了话。老太婆说什么了？说等过了年就把您送去清心庵修行。清心庵，那是囚禁犯错女人的地方。我为萧家生了3个儿子，他们敢这么对我？姑母，表兄们若是知道了，会不会也向着表姐不再理我们了？向着他做梦！大郎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他若是敢忤逆我，就是大逆不道。姑母，婉儿斗胆问一句，当年您丢掉表姐的时候，真的一点都不心疼吗？心疼？他就是个吸我生机的怪物。大师算过，他活着，我的身子就好不了；我丢了他，我的病才彻底断了根。姑母，疼！婉儿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女人想要在这世上立足，就得心狠，必须把丈夫和儿女的心死死攥在手里。像那个老太婆一样仁慈，只会被人踩在脚底。我绝不会去什么清心庵，立刻去前院请大夫。夫人，您哪里不舒服？就说我忧思成疾，恐碍寿数，把动静闹大点，一定要传进书房。萧正官，我看你能狠心到几何？你倒是清闲自在，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有事说事，没事就别来烦我。你可真是好本事啊！犯了这么大的错，哼，父亲还要巴巴的给你送钱来。都是些散碎的数额，加起来得有700-800两了。父亲这是怕我跑出去赚钱？那是父亲心善，怕你出去丢了萧家的人。替我谢谢父亲的好意，这封口费我就收下了。什么封口费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！你回去好好转告父亲，我保证管好自己的嘴，绝对不说半句多余的话。在你和大哥的眼里，母亲依旧是个完美的好母亲。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破院子怎么突然这么冷？这孩子长得可真俊俏啊，就是这身子骨太弱了，阳气这么低，真是可怜见的。滚远点！你给我离孟家远一点！孟家怎么了？碍着你了？你知不知道孟平包是什么人？那就是个魂不恋的京城纨绔。你少去管孟家的那些闲事。我的事儿你也少管，尤其是我的婚事，轮不到你操心。你以为父亲能一直护着你？等父亲萧家回了军营之后，我看你惹出祸来怎么收场。父亲已经告了长假。你倒是来得巧，刚从你二哥那儿捞了钱，哼，现在又赶着来榨干你大哥。我没有，你归家带那么多金银，来路本就不正，你就是个见钱眼开的祸害。你给我住口！大过年的，你若再这般喋喋不休，母亲，您当众赶我。老爷，您听听母亲说的话。母亲说的对，你身体不适就回院里待着，少出来讨人喜。好，我走便是。大郎啊，冬日水寒。祖母放心，孙儿学武强身，没事。说来我能安然无恙，多亏了妹妹。这是块什么破石头？我为了救同窗落入冰湖，水下冰寒，我腿脚抽筋，险些沉底。就是这块石头在深水中竟发光了，这光芒引来了画舫上的人，才将我快速救起。这竟是护身神物，这可是救命的宝贝呀！卓儿，你不仅救了老婆子我，还救了你大哥。大哥，你给过钱的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不过你这次落水可不是意外。妹妹的意思是有人害我？你最近犯小人，灾相已成。大郎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万不可被一时的情分蒙了眼。父亲教训的事，儿子记下了。为兄手里不宽裕，这方砚台送你，就当是答谢妹妹的救命之恩，帮我化解一二。大哥这几日还要外出？过了年，有几位外地学子进京赶考，我要作为东道主，安排他们住进状元客栈。把客栈退了，换一家。为何？状元客栈历来最受学子青睐啊。天魁犯煞，火鬼入，那是个死局，必须找个偏僻水多之处安置他们，以水镇火，否则必有大祸临头。总算成了。昨日父亲给了500两银票，这3张称心如意符能改善周身气运，效用叠加，足够偿还他的银钱。至于二哥，他心眼太多，如意符用在他身上，只会助长他做个讨厌鬼。这坠子价值300两，正好给父亲和二哥送过去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我与他们的姻管
今日彻底两清。清心庵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，你即刻动身去住上一阵子吧。什么？你要赶我去那种苦地方？就因为16年前那扫把生丢了的事，我是他亲娘，他的命都是我给的。现在为了他，你反倒来迫害我！你连亲生骨肉都能狠心活埋，如此心狠歹毒，根本不配为人母。你撒谎，你就是嫌弃我了。当初说好一辈子对我好，你全都忘了，是不是？你在外面养了狐狸精，你想逼死我，给那个贱人让位置？简直胡说八道，不知廉耻！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种负心汉。动手，捂住嘴带走。姑母竟然被强行送去清心庵了，萧云禅，你竟然把姑母逼到这个地步！母亲，江氏已经被送出府了。他若不知悔改，这辈子就别回来了。这家里被他弄得乌烟瘴气太久了。只是他这一走，姜温那丫头也不好。儿子正有此意，留着他只会是个祸患。这几日我就派人去联系江家的人，过些日子让他收拾东西滚回江家去。不，我绝对不要回那个穷酸落魄的江家。二哥哥，你听我解释。竟然连理都不理我！阿燕，外面风大，你的脸还疼不疼？母亲打我，她竟然打我，我明明只是说了句实话而已。阿言，你千万别怪姑母，姑母都是被萧云长逼到绝境了。那个扫把星一回来，家里就全乱了，害得姑母都被送去清心庵，现在甚至连我也要被赶走。他怎么敢？这可是我家！阿言，我刚刚打听到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萧云哲最近天天早出晚归，他从外面带回来很多金银珠宝，那些东西来路不明，十分古怪。我怀疑他在外面干不要脸的勾当，败坏门风，不要脸的贱人，绝不能让他继续丢我们萧家的人。我们现在就悄悄跟去看看，只要抓到他行骗的把柄，姑父再怎么偏心，也绝对保不住他。今日的阳光倒是不错。阿燕，你看那边，那是萧云楚，他是不是脑子有病？堂堂萧家大小姐竟跑来摆摊，还真把自己当成活神仙了。这分明就是江湖神棍的骗钱把戏，简直丢尽了萧家的脸面。要是让同窗看到，我以后怎么见人？别冲动，我们先看看，等他骗人被抓现行，我们再出去，到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他。小神仙，给我测个字。三哥，这小神仙可神了，昨日给我算的分毫不差。三娘说你算的极准，今日若是说得好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小神仙，客人我想问问财运。犯从备生犯，备为钱财，反为反复。落到你手里的钱财留不住，总要耗尽心机，却还是反反复复。你这丫头会不会说话？别急，再看左边，这字左边下笔果断，墨色极重，说明你自身的财运虽然极差，但手中却握有一笔横财。只是这偏财大人盖小，钱来人消。你家中曾有人重病在床吧？哎呀，三哥，小神仙算得真准。三哥的大哥就是前几年病死的。生老病死人之常情，这能说明什么？你这分明是瞎猜。再看这右边，墨笔如青龙，却又尾无锋，此乃万事皆凶之绝象。放屁！大好的日子真晦气，敢咒老子！我今天砸了你的摊子！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？你不仅占了病人的钱财，还将其气得一命呜呼。三哥，你大哥……三娘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个想骗钱的神棍。我不骗人，只断因果。你看你写的这个犯字，贝字下面2点写的大如人形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正经买卖，乃是贩卖人口的饭局。你的财路根本不正，你这双手沾满了亲人的血。老三，我不行了，你要替我照顾好你嫂子，还有我的2个儿子。大哥，你放心走吧，你的家产我会替你花的。从小爹就偏心你，采药的独门手艺只传给你，凭什么你过得这么舒坦？凭什么我只能跟在后面吃土？你疯了！我是你亲大哥，亲大哥，爹活着的时候偏心你，死了还把那枚护身板支留给你。你敢碰一下试试？我不但要碰，我还要让你亲眼看着这些东西全归我。好东西，从今往后他认我这个主子了。畜生，你这个畜生！大哥，该喝药了。你下毒？是啊，不毒死你，我怎么当这个家？你不得好死！我2个孩子绝不会放过你。放心，等你死了，我先卖了他们，2个小崽子多少还能换点银子。吴三，从今以后，这个家
我说了算。吴三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瞧他这模样，八成真有鬼。这姑娘算的也太准了吧？怎么不继续装了？你大哥不是死于腿伤，是死于你亲手下的毒。这扳指本该戴在你大哥手上，你抢了他的命，还抢了他的遗物。可惜扳指里的护身经文护得了人，护不了畜生。你胡说八道！你这妖女满口喷粪，分明是在污蔑老子！污蔑？你大哥死后不到3个儿子，你就卖了他去矿上，一个卖去南边雅好，连亲侄子都卖，还是不是人？这简直丧尽天良！你不是说你大哥一家是德文人死绝的吗？三娘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小贱人就是想讹我银子。你左肩有旧疤，那是你大哥临死前抓出来的。你晚上睡觉时是不是总听见2个孩子在床边喊二叔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果然是他干的。这种人也配娶媳妇儿？呸！你个黑心烂肺的畜生！老娘差点嫁给你这种杀兄卖侄的东西！臭娘们儿，你敢打我！在我摊前动手，你嫌自己死得不够快？你们都给老子等着！一个算命的臭丫头，也敢管我的事儿？好吧，你这条命已经跑到头了。小神仙，我今日若不是遇上您，可就跳进火坑了。这是挂金，您一定要收下。行，你的钱干净，我收。那我这姻缘，你命里无此恶夫，你的正缘不在远处，就在你身边，是个木讷寡言却肯为你出力的人。木讷之人，回去留意着吧，别再捡垃圾当宝。我记下了，小神仙，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姑娘，我等了10年，她终于要遭报应了吗？今日因果已成，去吧。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但别伤无辜。是在后面。小神仙，您真是活菩萨！要不是您点破那畜生，我这辈子可就毁在吴三手里了。这点心意，您务必收下。这钱我收了，回去留意身边的木讷之人，那是你的命中正缘。哎，我这就回去看看。这位大姐，请等一下，你莫要被我表姐骗了。你谁啊？我表姐从小流落在外，她没读过书，不懂规矩。大姐赚点辛苦热不容易，你快把钱拿回去吧，万一传出去，萧家名声就毁了。你这姑娘有病吧？老娘爱给谁刮钱就给谁，穿的人模狗样的，心眼子比那筛子还多，别耽误老娘做生意。哼！大姐怎么如此不知好歹？眼够了吗？用我萧家的钱买衣裳，倒有脸在这装大善人。表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放过阿燕吧。再敢动这些阴暗心思，下次就不是写字这么简单了。萧云卓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别打我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嫂子，别过来，求求你！阿燕好心去劝他回家，他不由分说就把阿燕打成这样，大庭广众之下，这让阿燕以后怎么见人？我可怜着阿燕。怕是瞧你这点出息。爹，是他欺负我啊！一口一个萧云卓，你的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了。明明是他败坏家风，我要去找娘，让娘把这个讨厌鬼赶出去。你娘身体不适，我要去找娘。我已派人送她去安堂静养，从今往后，你长姐有权管教你，再敢放肆，她打死你也是活该。我被送走了。阿盆，你也不小，总不能一直寄人篱下。明日我派人送你回江家。姑父，我不要回江家，我在这里住了10年了，我早就把这当成自己家了。你终究是江家女，长留萧家与理不合。姑父，求您别赶我走，您就把我当小猫守狗，随便扔个院子养着就行，我什么东西都不要了，我愿意去伺候老太太，求您发发慈悲留下我吧。爹，你太狠心了，凭什么萧云朝一来就要赶走我娘和我姐？好了，别磕了。既然你愿伺候老太太，那就先留在府里吧。多谢姑父，多谢姑父。阿文姐姐，快叫大夫！阿言，阿文姐姐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刚才流了好多血，
大夫说再重点就没命了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爹真是太偏心了，竟然为了那个扫把星把娘送走，还要赶你走。姑母向来身体康健，怎么会突然生病去安堂？你是说娘没病？自从表姐回来，家里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。姑母为了护着我们俩，不知受了表姐多少了，想必是心结难解，才被逼走的。都是萧云卓害的，是他逼走了我娘。他才回府几天，你一口一个扫把星，你娘就是这么教你。你娘心术不正，去安堂静养是为她好。爹，你太偏心了！你再敢对长姐不敬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我绝不认她当姐姐，我这就去找祖母评理。表姐，求您留步！表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求您别把我赶回江家。我何时说过要赶你走？姑母已经被送走了，我知道您容不下我们，我什么名分都不要了，您就把我当猫狗一样养着，我愿意给您端茶倒水，求您发发慈悲吧。断尾求生，这招真是不错。当着这么多下人的面，你是想坐实我恶毒的名声？我没有，我绝无此意，我是真心悔过。你心里想什么，我清楚。你想留在老太太身边，无非是想伺机反扑。你想留下，随便你，但只要你敢再伸爪子，我就把你这双爪子剁了。萧云浩，我定要你不得好死！好浩荡的官家正气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恶人自有王法来定罪，若王法管不到的阴魂厉鬼，便由我萧云卓来斩断因果。这股气息竟然能引起共鸣，里面到底关着什么怪物？好强的煞气，竟连神兽镇压都挡不住。哟，这不是萧二郎的妹妹吗？怎会跑到衙门后堂来了？你是萧镇官之女萧云照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自家人。我姑姑是霍家老太太，论辈分，你得唤我一声六表叔。六表叔，好孩子，我听闻有人当街行凶，你可曾受伤？些许小贼，伤不到我。终归是受了惊吓，这京城乱得很，你一个姑娘家要多加小心。我有一事相求。都是一家人，但说无妨。这府衙威严，我以后能常来吗？来衙门？我觉得这地方正气浩荡，待着安心。哈哈，你若想来，随时从后衙进来便是。在这京城府衙，没人敢拦我霍心的表侄女。多谢六表叔。霍大人真是护短啊！上次在孟家见你，你可是一身野气，今天怎么成了乖巧？王爷说笑了，云卓向来懂规矩。有趣，实在有趣。既然你是霍大人的表侄女，本王也不好小气。初次正式见面，这块玉赏你玩了。这东西我不能要。你不要，这可是极品璞玉。卓儿，王爷赏赐，收下便是。无功不受禄，更何况这玉来路不正。本王的东西，你敢说来路不正？王爷息怒，小丫头不懂事。慢着，这些都是同一块极品璞玉雕琢而成。去年有人从西南挖出，千里迢迢送入本王府中。王爷可知这玉石开采之时死了多少人？你什么意思？玉本生灵，可护主避灾。但这些玉上却缠绕着死人才有的灰蒙死气。这块玉出土之前，必伴随着极大的人祸与血案，此乃凶玉，谁带谁倒霉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实话实说而已。王爷若不信，尽可自己查证。告辞。这是明琴九霄的琴音。迎琴师有令，今日设局寻觅之音，不论家世背景，只听琴音造诣，能弹出令迎琴师心动之曲者，便可得九霄琴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我还没数。只要我拿下九霄琴，拜入迎琴师门下，萧云卓，今日之辱，我定要你百倍偿还。一曲终了，承蒙诸位厚爱。此琴名为九霄，我曾立誓要为它寻一位真正的主人。在座若有意者，皆可上楼一试琴艺。竟然是传说中的九霄琴，若能得此名琴，必定名扬京城。我要去。迎琴师，晚辈来献丑了。姑娘是个爽快人，琴音欢快，可惜少了几分沉淀的意境。看来是我与九霄无缘了。晚辈将晚，斗胆前来一试。姑娘请坐。此曲过于悲切，
似乎并不适合你。殷勤师有所不知，晚辈听闻您早年寄人篱下，历经坎坷，晚辈的境遇与您颇为相似。哦，你也是孤女？我自幼无父无母，寄居在萧府，虽有姑母服，但终究是仰人鼻息，那并不是我真正的家。每每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我也只能独自咽下。原来他在萧家过得这么惨，萧家人也太刻薄了吧！难怪他今天穿得这么寒酸，真是可怜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，他怎么敢这么颠倒黑白？萧夫人从前待他比亲生女儿还好。看来他的脸皮又长厚了几分。既然他这么喜欢演戏，我就去给他搭个戏台子。表姐，我已经答应你，明日就搬出萧府了。难道连我侍寝的这一刻你都不肯容我吗？容你？表姐，你竟敢当众打我，你简直欺人太甚！这一巴掌我是替萧家祖宗打的。你刚才用来侍寝的这把交尾，是我母亲花重金为你求来的。你身上穿的丝绸中衣也是我萧家买的。我没有。你吃我萧家的饭，花我萧家的钱，转头却在这里卖惨，污蔑萧家苛待你。你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打你我都嫌脏了我的手。这位姑娘，声波楼乃是雅致之地，休得在此放肆。那是神隐门的门主令，怎么会在他身上？您是？这位姑娘，不知您可愿试弹九箫？凭什么？他根本就不会弹琴！凭什么？他根本就不会弹琴！他就是来存心捣乱的！聒噪！好琴就是落了些灰。乡下长大的，能懂什么雅乐？这声音太刺耳了，快停下！这是什么曲子？竟然让我觉得如此轻松，像做了一场好梦。我刚才竟然还嘲笑他。神，萧姑娘，您弹得极好。诸位，今日侍寝结束，鸣琴九箫已找到真正的主人。今日九箫完毕归赵。殷琴师，您这是何意？这把琴要直接给他？九箫本就属于萧姑娘。我不服！殷琴师说我不配，我认了。可表姐的琴技平平无奇，连一首完整的名曲都弹不出，为何偏偏选中了她？我只想要一个公平。公平？你懂什么叫好琴吗？玉儿，你为何帮他说话？我帮理不帮亲。我虽然很讨厌他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刚才那曲子让我大梦初醒。你的琴音只有怨念和卖惨，他的琴音却能涤荡人心。齐姑娘所言极是，九箫琴艺旷远深沉，萧姑娘的曲子正是绝配。此等琴艺，我等心服口服。是啊。我失态了，恭喜表姐得到名琴。迎琴师，你日后有何打算？我孤身飘零，本就四海为家，暂无去处。你身体亏空的厉害，不如跟我回萧府暂住，我替你调理身子。多谢萧姑娘成全，银溪愿终生追随左右。银溪若是住进萧府，不仅成了萧云卓的绝对靠山，自己偷学琴术的谎言，迟早也会被彻底戳穿。银琴师，您不能厚此薄彼啊！我也想跟您学琴，求您收我为徒，我绝对不和表姐争风头，只求您给我一条活路吧。